中国8个最危险的自然秘境，第8名藏着亚洲最后的穴居部落。第6名曾有4名专业科考人员进山执行任务，全部遇难。第3名被称为死亡之海，1980年有位科学家进去找水，至今下落不明。第1名平均海拔4500米，氧气只有平原一半，擅自闯入直接违法。这8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点，手机全程无信号。有的地方指南针会失灵，浓雾几秒内就能把能见度降到不足1笔。有的地方夏天地表温度超过70度，脚踩上去像踩在火上。有的地方沙丘每天都在移动，前1秒的路，下1秒就被埋了。还有的地方遍布隐藏的沼泽，表面看着结实，一脚踩下去人就没了。这些地方不是网红打卡点，有的是法律禁止进入的保护区，有的是连专业科考队都会失联的死亡地带。我们不鼓励任何人去冒险，只是想让你知道，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这样一些角落，人类至今无法征服。期待您的订阅和点赞。第8名，贵州格图河洞穴群。贵州安顺紫云县的深山里藏着一个巨型洞穴，100多米宽，200多米深，里面住着18户人家，70多口人。他们在洞里生活了70多年，自己纺纱织布，推磨碾谷，养猪放牛，每周走15公里山路去集市买油盐，其他时间就在洞里种田放牛。2003年之前，这里连电都没有。后来一个美国人捐了10多万，才架通了输电线路。政府多次劝他们搬出去，还在洞外建了新房，免费送。大多数人拒绝了，理由很简单，洞里头住惯了，冬暖夏凉。这就是中洞苗寨，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穴居部落，也是亚洲唯一仍然存在的穴居村落。洞里的房子很特别，全是无顶的木柱主楼，因为头顶就是巨大的洞穹，不需要屋顶遮风挡雨。洞中央有一块蛙形钟乳石，终年滴水汇成一池，供全村人畜饮用。但这个洞穴群真正让人惊叹的是另一群人。格图河景区的燕子洞，洞口高116米，宽25米，相当于40层楼高的天然拱门。洞内栖息着数万只燕子，每到傍晚群燕归巢，场面极为壮观。而在洞壁上有一群人正在往上爬，不用绑绳子，不戴安全帽，不穿专业装备，就这么徒手往108米高的垂直崖壁上爬。最快的7分钟登顶，到了顶上还要挥起擂鼓3声，向下面的游客致意。他们叫蜘蛛人，苗语叫哥若。全世界掌握这项技能的只剩6个人。这技能最早是干嘛用的呢？苗族有牙葬的习俗，哥是要把逝者背上悬崖安葬。为了完成这件事，一代一代传下来，就练成了这门绝活。后来还用来掏燕窝、采燕粪当肥料，也能换点钱。现在蜘蛛人成了景区的表演项目，游客们看得心惊肉跳，大气不敢出。蜘蛛人却驾轻就熟，在绝壁上倒立，单手倒挂，如同闲庭信步。但格图河洞穴群的大部分区域，普通人根本进不去。这片喀斯特地貌，地下河系极其复杂，溶洞内钟乳石遍布，地面湿滑泥泞，暗河交错，水深未知。有的洞穴通风不畅，空气浑浊，可能存在有毒气体。想进入核心区域，必须攀岩或涉水。悬崖路段最窄处，只容一人侧身通过，脚下就是几百米深的峡谷。手机信号洞穴内完全没有，只有部分洞口有微弱信号。一旦出事，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救援也进不去。这里还有世界第2大洞厅苗厅，有国内最深的竖井望天洞，深370米，连通大川洞与川上洞，是全球最深的穿越碳酸盐岩地的大竖井。还有保存完好的古河道遗址，神秘的蒙古原始森林。美是真的美，危险也是真的危险。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片洞穴群就像地球上的另一个世界，进去容易，出来难。第7名，陕西太白山鳌泰县。秦岭主峰太白山海拔3767米，是中国大陆东半壁的最高峰。山上有一条被称为中华龙脊的徒步线路鳌泰线，从鳌山穿越到太白山，直线距离40公里，但实际要走170公里。海拔3400米以上，连续翻越17座山峰，全程都在无人区，没有补给点，没有人工路标，没有手机信号。这条线路有多危险呢？6年时间，46人失踪或死亡。2018年官方正式发布禁令，禁止鳌泰穿越，但非法穿越屡禁不止，到现在累计死亡、失踪人数已经超过50人。鳌泰线是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徒步线路，没有之一。这里为什么这么要命呢？首先是天气，太白山横跨亚热带与温带，垂直气候带差异极大。当地人说一天能经历4季，早上还是晴空万里，中午就可能大雾弥漫，下午突降暴雨冰雹，晚上气温骤降到0下，说变就变，毫无征兆。
2017年5·1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驴友组队进入鳌泰县。5月2日遭遇暴风雪，20多人失联，能见度不足几米，风雪交加，气温骤降，很多人在失温和迷路的双重绝境中倒下。最终2人确认遇难，其他人陆续被找到，但都是九死一生。其次是地形，高海拔区域全是悬崖峭壁、冰川石海，路径被茂密的建筑、灌木覆盖，有时候需要用砍刀开路。碎石松动，攀爬时一步踏空就可能滑坠深渊。冬季积雪厚度超过1米，还可能遭遇雪崩。最可怕的是隐藏的冰裂缝，表面被积雪覆盖，看起来和普通地面没什么区别，但一脚踩下去，人就掉进去了，后果不堪设想。2024年底，一个18岁小伙独自闯入太白山，失联9天。他原计划7、8天完成穿越，还花了几万块钱买装备。结果第4天，海拔升到2100多米时，零下20度的低温让所有电子设备陆续断电，导航失效，他在森林里迷了路。第5天翻越一处瀑布时失足滑坠，腕骨骨折，食物和物品大量丢失。之后7天没吃东西，全靠吃草根硬撑。最后在第9天被搜救人员发现，手脚严重冻伤。他说滑坠之后就没再吃东西了，是硬扛的。发现东西丢了的时候，确实有一点绝望。鳌泰县的风景是顶级的，云海翻涌，山峰连绵如龙脊，站在3400米以上俯瞰秦岭，那种壮美让人窒息。但这条线路不属于所有人，它只属于那些真正做好准备，并且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人。第6名，云南哀牢山和新区。2021年11月13日，4名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工作人员进入云南哀牢山执行森林资源调查任务。他们带着 RTK 定位仪、森林罗盘等专业设备，和司机约好第2天下午4点下山。这4个人都是80后、90后，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25岁，全都当过兵，身体素质过硬，野外作业经验丰富。11月14日下午4点，他们没有出现在约定地点，司机报警，搜救行动启动。搜救持续了9天，累计出动8000余人次，动用直升机、无人机、搜救犬。搜救人员说，山上凌晨温度只有2、3度，风特别大，能见度极低。有时候搜救队员之间隔50米就看不见人了，隔100米连喊声都听不见。11月22日早晨，4人遗体在哀牢山深处被找到，经法医鉴定，4人均为低温导致的心源性休克死亡，也就是失温。4个身强体壮、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怎么会全部死在一次常规任务里？答案就藏在哀牢山的环境里。哀牢山位于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的分界线上，和新区是严格未开放区域。这里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山体高差超过2000米，陡坡与悬崖遍布。遮天蔽日的林木下，藤蔓与植被缠绕交错，林下的腐叶厚达数十厘米，行进时极易陷入或被刮绊，前进速度比预想的慢得多。最可怕的是天气，哀牢山的天气变幻莫测，浓雾能在几秒内笼罩整片山林，能见度骤降到不足1米。失联期间连续3天大雨，又湿又冷。还有一个关键细节，磁场干扰。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发现电子罗盘和机械罗盘都受到强磁场干扰，指向紊乱。搜救队不得不放弃罗盘，通过画图重新确定位置。也就是说，常规的方向判断工具在这里可能完全失效。专家分析，4人很可能是在大雾和罗盘紊乱的双重影响下迷失了方向。长时间爬山导致体力消耗过大，又遭遇瞬时大风和气温骤降，他们可能还在工作状态，还没意识到危险，就已经陷入了失温。失温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死亡方式。当体温降到一定程度，人会停止颤抖，反而感觉发热，开始脱衣服，意识逐渐模糊，判断力和行动力急剧下降。人在这种状况下很可能会原地打转，忘记吃东西，忘记生火取暖，最后在一种近乎平静的状态中死去。搜救人员发现，其中1名遇难者脱掉了衣服，肚皮露在外面，脸上还带着笑容，这正是严重失温的典型症状。哀牢山核心区至今还是禁区，手机全程无信号，连专业卫星设备有时也会出问题。原始森林里几乎看不到太阳，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信号。深入几公里之后，就是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世界。这片土地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人们，在大自然面前，经验和装备有时候也不够用，敬畏自然不是一句空话。第5名，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核心区。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的地方，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东西绵延1100公里，南北550公里，总面积3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江苏、浙江、福建3省加起来那么大。
在这片沙漠的核心区域，没有任何人类定居点，甚至没有固定植被。西方探险家管这里叫只差一块墓碑的死亡之海。先说温度，夏季沙漠地表温度能突破70度，这是什么概念呢？脚踩上去如同踏在火上，裸露皮肤几分钟就可能被灼伤。沙漠里的筑路工人说，傍晚7点地表温度还超过50度，热得根本不想上厕所，水喝下去全变成汗蒸发了。而冬季气温又能降到零下20度以下，昼夜温差最大可达50度。再说流沙，塔克拉玛干是世界上流沙比例最高的沙漠，80%的面积被流动沙丘覆盖。沙丘每年移动7到9米，最高的沙丘能达到200多米，相当于60层楼。狂风能把沙墙吹起，高度是沙丘本身的3倍。当地人说，沙丘一夜之间能移动几十米，前一刻标记的路径，下一秒就可能被流沙覆盖，导航系统在这里几乎完全失效。但最致命的还是缺水，塔克拉玛干年降水量只有10到5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500毫米以上，极度干旱，人体在这里脱水速度是平原的好几倍。没有足够的水源补给，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探险者也很难撑过几天。千百年来，塔克拉玛干沙漠受风向影响不断南移，吞噬了一座又一座古城。尼亚古城、丹丹乌里克、阿克瑟皮利，这些曾经丝绸之路上的繁华城市，如今全埋在黄沙之下，只剩下遗址供后人凭吊。2024年11月28日，中国终于完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公里的锁边合龙工程，用了将近半个世纪，在沙漠边缘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把这片流动的沙漠围了起来。但沙漠核心区依然是人类难以涉足的禁区，手机、卫星导航等通讯设备完全无法使用。突如其来的沙尘暴能让能见度降到0，沙丘移动时还可能引发流沙掩埋，连专业越野车队也需要组队，带足补给，配备卫星设备，才敢谨慎进入。如果你在网上看到有人晒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照片，那大概率是在沙漠公路沿线拍的，真正的核心区几乎没有人能够到达，更别说拍照发朋友圈了。塔克拉玛干不拒绝任何人进入，但他也不保证任何人能出来。第4名，湖北神农架核心保护区。湖北西部有一片被称为华中屋脊的神秘土地神农架，传说神农氏曾在此长百草，需要搭梯子和架子才能攀上悬崖采药，因此得名神农架。这里是中国最完好的北亚热带原始森林，面积超过3200平方公里，最高峰海拔3100多米。但神农架最出名的不是风景，是野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这里不断传出野人出没的消息。目击者描述，这种生物身高2米以上，全身长满红色或棕色毛发，能够直立行走，看起来像人又不像人。1974年，神农架生产队副大队长在山上砍柴时，发现背后有东西跟着，他以为是同行的农民，没在意。过了一会儿想打招呼，回头一看，吓得魂飞魄散。一个2米高的生物站在他面前，全身长毛，黑压压的，露出一双有神的眼睛。野人伸出爪子，两人搏斗了一番，野人被砍伤后逃走了。那人回家躺了好几天才缓过来。1976年5月，神农架林区政府的5名工作人员和1名司机在出差途中，亲眼目睹了一个全身红毛、身高1.8米到1.9米的野人。这次目击事件动静很大，中国科学院专门组织了3次大规模考察，动用了顶尖的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甚至专业侦察兵。结果呢？3次考察都没有找到任何野人的踪迹。那些疑似野人的毛发经鉴定是一种真菌。1998年，中科院给出最终结论：神农架没有野人，但野人只是神农架被列为禁区的原因之一。真正让这里成为禁区的是它极其复杂的自然环境。神农架核心保护区山高谷深，峡谷密布，没有任何成熟路径，只能在植被缝隙里艰难穿行，有时候砍刀都砍不动。手机信号被茂密林木与山体完全屏蔽，连无人机都传不出信号。这里栖息着金丝猴、羚牛等国家1级保护动物，也有野猪、黑熊等具有攻击性的猛兽。天气变幻莫测，前一秒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可能暴雨倾盆加雷电交加。林间雾气常年不散，能见度低至几米，极易迷失方向。还有一个至今无法解释的现象：白化动物。上世纪50年代，有人在神农架发现了第一头白色小熊，之后陆续发现了30多种白化动物，白熊、白蛇、白龟、白金丝猴、白獐、白脊、白鹭，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全球罕见。白色在自然界是一种危险的颜色，没有保护色的动物很容易被天敌发现。为什么神农架会出现这么多白化动物？有人猜测是辐射导致的，但这里根本没有核辐射。有人认为是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但具体机制至今没有定论。
这个谜团给神农架又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神农架开放景区已经足够美丽，游客络绎不绝，但核心保护区是绝对的禁区，地形复杂，野兽出没，天气多变，通讯中断，一旦遇险，救援力量几乎无法快速抵达，那里不是普通人应该涉足的地方。第3名，新疆罗布泊。如果塔克拉玛干是进去出不来，那罗布泊就是死亡之海。罗布泊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从卫星照片上看，它呈现出一个巨大的耳朵形状，被称为地球之耳。那一道道收缩的轮廓线是罗布泊逐渐干涸时湖水消退留下的印记。这里曾经是中国第2大咸水湖，波光粼粼，水草丰美，楼兰古国就建在它的湖畔，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但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罗布泊在上世纪70年代彻底干涸，如今只剩下无垠的盐碱硬壳和戈壁荒原。罗布泊的恐怖首先在于极端气候，夏季气温能飙升到40度以上，地表温度甚至超过70度，年降水量不足10毫米，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空气干燥的让人几乎无法呼吸，人体脱水速度极快，没有足够的水源补给，几乎无法生存。其次是地形，干涸的湖底覆盖着坚硬的盐碱硬壳，踩上去容易开裂塌陷。流动沙丘每天随风沙改变形态，没有任何固定地标，前一刻的路径，下一秒就可能被掩埋，导航系统在此完全失效。1980年6月17日，一个名字永远刻在了罗布泊。彭加木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中国最早深入罗布泊考察的科学家。他曾经身患癌症，医生判了他3个月的死刑，但他硬是一边和病魔斗争，一边在20多年里15次进入新疆考察，3次深入罗布泊。1980年5月，他带领9名队员第3次进入罗布泊，顶着48度的高温，穿越盐碱地和流沙，完成了人类首次由北向南纵穿罗布泊湖底的壮举。他们发现了大量钾盐、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填补了多项科研空白。但返程时，油和水都快用完了。6月16日，科考队向驻军发出求救电报，部队同意派直升机送水。彭加木却犯了难，他觉得直升机送水代价太高，1斤水要10几块钱，500斤水就要7000块。他坚持要自己出去找水源，为国家省钱。队员们反对，说太危险了。但彭加木很自信，他看过地图，附近标着红八景、红十景，不远处还有疏勒和古河道，他断定附近肯定有水。6月17日上午10点半，彭加木留下一张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彭6月17日10时30分，然后独自走进了茫茫戈壁，他再也没有回来。为了寻找彭加木，解放军紧急动员，空军派出飞机搜索支系，能看见地上的老鼠在跑；陆军派出地面部队，搜索范围之大，运水车里的水全部腐坏，都不能饮用。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地毯式搜救，都没有找到他。45年过去，彭加木依然下落不明，只发现了几枚脚印和一张糖果纸，其他什么都没有。1982年，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国科学院在他失踪的地方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同志在此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彭加木不是唯一消失在罗布泊的人。2023年7月，一支自驾车队擅自闯入罗布泊无人区，车抛锚了，油没了，水也快喝完了。等待救援的过程中，人一个接一个倒下，最终4人遇难，1人失联。罗布泊至今是中国最危险的无人区之一，当地多次发布禁令，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随意进入，但每年还是有人试图闯入这片死亡之海。有些人成功穿越，把它当成炫耀的资本；有些人再也没有出来，成为罗布泊有一个未解的谜。第2名，四川四姑娘山海子沟深处。四姑娘山位于四川阿坝州，由4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组成。主峰耀妹峰海拔6250米，是邛崃山脉的最高峰。4座山峰常年冰雪覆盖，如同4位披着白纱的少女，因此得名四姑娘。这里风景绝美，被誉为东方的阿尔卑斯。但这座山会杀人。2025年5月，一名40岁左右的男性游客在四姑娘山镇出现严重高反症状，头痛、恶心、呼吸困难，去镇卫生院吸了氧。医生建议他立即降低海拔，他没当回事，回客栈休息了一晚。他的同伴想找顺风车送他下山，结果等到第2天早上才等到车。顺风车司机一看这人的状态，感觉不对劲，赶紧往医院送。但送到卫生院时，人已经没有意识和心跳了，抢救了1个小时没救回来。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因为高反没了。同年，一名16岁少年在攀登四姑娘山2峰时滑坠，当时向导刚解开连接绳索，正在包里找东西，意外毫无征兆地发生了。少年身子一晃，
整个人向后仰去，瞬间消失在浓雾笼罩的深渊里。同行的人用无人机搜寻，但浓雾太大，什么都看不清，只看到血泊下方几处刺眼的红色血迹。救援队找到他时，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16岁。四姑娘山的危险首先来自高反。四姑娘山镇的海拔就有3200米，景区内更高。如果继续往海子沟深处走，向大海子、二峰、三峰方向前进，海拔会逐步攀升到4200米甚至更高。这个高度高反风险呈几何级增长。轻度高反表现为头痛、恶心、疲劳；重度高反可能引发高原肺水肿或高原脑水肿，死亡率可达15%左右。很多人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能扛，但在4000米以上，身体素质只能决定你撑多久，不能保证你不出事。而且高反和身体素质好不好没有直接关系，有些平时身体很好的人反而更容易高反。医生反复强调，到高原地区第一天，不要洗头洗澡，不要饮酒，不要剧烈运动。出现高反症状后，第一时间吸氧休息，如果没有明显缓解，必须尽快降低海拔。这是多年的经验，也是血的教训。四姑娘山的另一个危险是它的未开发区域，海子沟深处远超普通游客的活动范围，属于完全未开发的高危探险区，入口海拔就达3200米，越往里走海拔越高。这里没有任何人工路标，手机信号被雪山与峡谷完全屏蔽，全程没有补给点，路段以碎石坡、冰雪地为主，雨雪天气时路面湿滑，一步踏空就可能滑坠深渊。如果遭遇突发暴风雪，视线受阻加上体温快速下降，极易陷入迷路与失温的双重绝境。2011年国庆期间，13名驴友在四姑娘山穿越时失联、断粮、迷路，队友体力透支，在暴风雪中艰难求生，搜救持续多天才全部找到。领队事后写下的行程记录被认为是帮助普通人了解户外生存状态最有价值的文章。四姑娘山景区现在已经建立了全天候医疗救援机制，配置了高压氧舱等专业设备。景区入口处有明确提示，有基础性疾病的游客谨慎前往。只要在猫鼻梁附近停留超过5分钟，手机就会收到景区的安全提醒短信。但每年还是有人低估高反的威力，高估自己的身体素质。他们觉得不就是爬个山吗？我身体这么好，肯定没问题。然后意外就这样发生了。第一名，西藏羌塘无人区。羌塘藏语意思是北方的空地，中国面积最大的无人区，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荒原之一，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核心区域超过5000米，总面积接近30万平方公里，比整个广西还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没有道路，没有村庄，没有手机信号，只有无尽的荒原、冻土、盐湖和野生动物。羌塘是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珍稀动物的家园，也是中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正因如此，核心区域严禁擅自进入，非法穿越将面临重罚。但真正让羌塘成为生命禁区的，不是法律，是自然本身。首先是缺氧，羌塘的氧气含量不足平原的一半，出入者几小时内就可能引发严重高反、头痛、胸闷、呼吸困难，重则肺水肿。很多人以为自己身体好能扛过去，但在这个海拔，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出事。其次是极端气候，白天最高温度可能不足10度，夜晚气温长低至零下30度，风大、干燥，紫外线极强，冻伤、失温、脱水，每一样都可能致命。更可怕的是隐藏的陷阱。羌塘地面遍布沼泽和盐湖，夏季表层只结一层薄冰，看起来像坚实的地面，和周围没什么区别，但一脚踩下去，人就陷进去了，车辆、行人都可能被困。而在这片无人区，一旦被困就意味着绝境。这里全程没有任何通讯信号，没有牧民定居点，没有补给站，部分区域的救援半径超过500公里。也就是说，即使有人知道你出事了，救援力量也可能需要好几天才能抵达。2015年前后，一名叫李聪明的骑行者独自进入羌塘，试图完成单人横穿，但他再也没有出来。1年多后，2016年4月，一支名叫老男孩的车队在羌塘腹地穿越，他们临时决定抄近路，穿越几乎没人到过的乐血武丹湖。过冰湖时，一辆车陷入了冰缝，车友们下车救援。走到100多米外的岸边时，有人发现沙石里半埋着一辆自行车。在这荒原最荒芜的地带，竟然有人骑单车来过。他们从车上的相机储存卡里翻出照片，第一张是一个男子推着自行车从拉萨出发，脸上带着淳朴的笑容，那正是失踪1年多的李聪明。他的遗体至今没有找到。2019年，3名户外爱好者非法穿越羌塘，其中一人冯浩在中途和队友分开后失联，失联50天后，他才被搜救人员发现。
他是怎么撑下来的呢？每2天吃1包200克的干粮，最后断粮7天，吃草根，吃所有能吃的东西。被找到时瘦了15公斤以上，但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事后3人各被罚款5000元，但冯浩一开始拒绝认罚，理由是我是初犯，罚5000块有点高。他的女友更是表示我没做错，1分钱都不会交。这种态度引发了舆论的强烈批评。为了救他们，当地出动了20多辆搜救摩托车，救援持续了近半个月。他们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却觉得自己没有做错。2023年3月，西藏阿里地区林草局在联合执法巡护中，一次性查获非法穿越羌塘的30人，10余辆车，每人被罚款4000元，并接受批评教育。近年来，非法穿越羌塘的事件屡禁不止，有些人把成功穿越当成炫耀的资本，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扬，但他们不会告诉你，有多少人永远留在了那片荒原上。那些竖立在羌塘深处、自己已经看不清的木桩，是上世纪70年代进入羌塘测绘时牺牲的年轻战士的墓碑。他们为了国家的事业献出了生命，成为了荒野永恒的一部分。而那些为了挑战自我非法闯入的人，消耗的是公共资源，赌的是别人的命。羌塘的美是真实的，藏羚羊在晨曦中奔跑，野牦牛在雪山下漫步，星空璀璨得让人忘记呼吸。但这种美不属于人类，它属于那片荒原，属于那些在极端环境中顽强生存的生命。这8个秘境藏着中国最极致的荒野风光，但也藏着最致命的危险。没有信号，没有补给，没有救援。格图河的蜘蛛人在100米绝壁上徒手攀爬，传承着1000年的牙藏技艺。鳌泰县的云海之上，17座山峰连绵如龙脊，但6年夺走了46条人命。哀牢山的浓雾能在几秒内吞没一切，连专业科考队都难以全身而退。塔克拉玛干的流沙每天都在改变形状，埋葬了无数古城和探险者。神农架的深处至今流传着野人的传说，白化动物成群出没。罗布泊的盐碱地上，彭加木的纪念碑静静矗立了45年。四姑娘山的雪峰在阳光下闪耀，但4000米以上的稀薄空气随时可能夺走一个人的呼吸。羌塘的荒原广袤无垠，藏羚羊在晨曦中奔跑，那是人类永远无法触及的纯净。擅自闯入不是勇敢，是拿命赌博。真正的探险精神不是挑战禁区，而是敬畏自然。这8个地方，你觉得哪个最让你后背发凉？评论区告诉我。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长视频制作不易，您的点赞、订阅和转发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